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，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。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，我们每天都陪伴您。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，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。人到晚年，熬过半生的辛苦，猛然迎来退休后的闲暇，生活上不免会发生改变。有些人即使离开工作岗位，依然自律有追求，将日子研磨得香气芬芳。有些人失去外在的驱动力，人生没有了目标，逐渐变得浑浑噩噩。退休后，生活全然属于自己，反而需要更加用心去规划与经营。以下3种生活方式，每种都需要改正，千万别不当回事。生活太过闲散，荒废精神。曾看过一个挠痒定律，大意是说，烦恼就像挠痒，本来没觉得有什么，一旦挠一下，就会越来越痒。人的心就像一片田野，一旦太闲，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。越想烦恼越多，心中的杂草也就越多，原本结满稻谷的内心也会随之变得贫瘠起来。北野武说，虽然辛苦，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。不要害怕忙碌会让人辛苦，那是你收获满足、愉悦和充实前所必购的门票。翻译家杨乙，一生波澜无数，精彩纷呈。除却依旧诸如呼啸山庄、永远不会落的太阳等经典作品。他还利用闲暇时间理财投资、追剧，不让自己闲下来。这份对生活的热爱，让他始终保持思维敏捷、记忆清晰，头脑如流水不腐，时刻活跃。据杨乙的亲朋回忆，90多岁时，他因骨折住院。家人本想着让他借此机会好好歇歇，杨乙却坚持带病读书、译稿。哪怕是刚做完手术不久，他依然停不下来，每天都在稿纸上写写画画。就这样，病好了，他手头那篇命中无钻石也医好了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我想我这一生就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，确实不虚此生，果实累累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味闲着只会荒芜心田，荒废自我。老得更快不说，日子还会越过越没有生趣，最终将自己活成一棵将朽未朽的老树，不渴求雨露阳光，也不在意四季更替，只等被空虚和麻木蛀空后轰然倒下。倒不如立刻行动起来，戒掉懒惰，寻回自律。读书、运动、唱歌、起舞、品尝美食、造访自然、整理房间、改变形象。人生有那么多值得做的事，总有一件能为情绪找到宣泄口，为暮年注入强心剂。不见闲人精力长，但见劳人筋骨实。余生有限，何不做个快活的盲人，不负岁月。失去学习能力，抱残守缺。时代抛弃一个人的时候，从不打招呼，唯有读书和学习，才能更加与时俱进，不被淘汰。76岁开始学习画画，80岁时成为画家的摩西奶奶说，做你喜欢做的事，哪怕现在你已经80岁。年纪越大，越要富养自己，保持旺盛的求知欲。越是退休之后，越该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前段时间，广州的钢琴奶奶巫姨在网上走红。89岁的她去年刚刚经历了丧偶之痛，为了排解悲伤，她重新拾起在老年大学学习的钢琴。每周4早上，她都会准时出现在当地某医院的门诊大厅，以钢琴演奏志愿者的身份，为大家献上动听的旋律。琴声悠扬，不仅帮助病人愉快了身心，也让巫姨收获了满足，发掘出人生的新价值。无独有偶，
陕西有位叫乔建中的老人，本是一位喜欢做菜的肉食店老板。在儿子的帮助下，他开始在直播平台创作，宣传陕西的特色美食。起初只是自娱自乐，没想到因为内容有趣又实用，乔建中渐渐走红。有了流量后，乔建中开始全国旅游，去帮公益组织推广农产品，帮助乡亲们致富。他笑呵呵地说，这一次我是真体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乐趣。除了他们，还有许多退休老人也在努力探寻自己，活出新的价值。有人在69岁时考取了驾照，开始全国自驾游；有人70多岁在老年大学学习声乐，还登上了当地的晚会舞台；有人年过80开始学习编程，用电脑编写家谱和游戏。这些都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，他们用行动证明，重新开始学习，重新接触新鲜事物，重新让生活变得充满活力。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。人老了，未必只有带孙子孙女一种生活。去实现未完成的梦想，参加有意义的活动，顺着时代的潮流流入大海，从中捞出属于自己的贝壳，也是一种选择。莫道桑榆晚，为霞上满天。生活不该被年龄定义，哪怕人生已向晚，同样可以放肆热烈地活一回。缺乏健康管理，体弱多病。白岩松曾在演讲中说，老人第一位的要紧事就是攒健康，储蓄健康比储蓄钱管用。漫长的人生中，长寿从来不是我们的目的，健康长寿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。人到晚年，一个平安无病的身体就是最大的福，也是给子女最好的礼物。身患癌症，经历3次手术的白金琴奶奶，为了生计，一度透支身体，导致年近花甲，病痛缠身。60岁那年，她做完手术出院，痛定思痛，决定开始找回健康。她开始早睡早起，注意饮食，每天散步、快走，做广播体操，后来还练习起了瑜伽、普拉提。没过多久，她的身体就有了显著好转。养身之余，她亦不忘养心，不再自觉年老病烦、朝不保夕，每日唉声叹气，而是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每一天。就这样身心并进，他终于在几年后抗癌成功，寻回了健康的身体。人生下半场，身体机能的退化是客观事实，好好爱惜自己变得尤为重要。时刻谨记，可以有人替你开车，替你赚钱，替你花钱，但没人替你生病。网上流传着10点健康老人的标准，一起了解一下。双目有神，脸色红润，声音洪亮，呼吸匀畅，牙齿坚固，头发润泽，腰腿灵便，体型适宜，记忆力好，情绪稳定。以及20条长寿秘诀。常常大笑，坚持护理牙齿，常吃坚果，常吃大蒜，经常跳舞，少看电视，每天1小时及以下，常吃苹果，适当喝茶，减少愤怒，少吃糖，保持好心态，高质量睡眠，常吃花菜，常与家人拥抱，常吃绿叶菜，减少卡路里摄入，常吃鲜姜，不要久坐，经常跑步，热爱唱歌。欢迎大家参考自查，量力学习，争做健康老人，享受美好人生，用健康的身体和情绪，向岁月来一记最好的反击。很喜欢法国诗人吕凯特说过的一句话，生命不可能有2次，但许多人连1次也不善于度过。人生下半场，不如就当自己是在重新过一生。别太闲散，别放弃学习，管理好身体和心态。别让自己废掉，变成随时会被淘汰的人，失去前半生的风采。
年龄是时间的刻度，而非生命的栅栏；生活是自由的旷野，而非既定的轨道。退休以后，同样有精彩的人生等待我们去经营。在变老的路上，愿我们常说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这样的道理，很多人到了晚年后，生活过得不如意时，才能明白这一道理。对于各位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有些事越早准备好越早，否则一旦进入晚年，想后悔可就晚了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几点，是令很多人感到后悔、无奈的事情。不光中老年朋友们要尽早做出改变，最好也给孩子们提个醒。第一，没有积蓄。很多人在年轻时并没有一个好的理财习惯，日常生活中更是习惯了享受，每个月都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月光族，更别提有什么存款了。可一直保持这样的习惯，晚年必定会十分后悔。到了晚年，没有积蓄的老人，不光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够宽裕，不能独居养老，如果和子女同住，还有可能要看他们的眼色生活，可以说是十分憋屈了。有充足的积蓄，最起码能够保障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如果有更多富余的部分，可以拿来做更多自己喜欢和想做的事情，晚年的生活也会更加快乐。健康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最大的愿望，一旦生病，不仅身体会面临病痛的折磨，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很多老人年轻时不注意身体，不仅饮食和作息方面不规律，为了能多赚一些钱，在工作时非常勤勤恳恳，以至于落下了病根。晚年不仅时常吃药，甚至活动也越来越吃力，本应是安享晚年、轻轻松松的生活，却被身体拖着无法享受生活，晚年变得越来越枯燥。而如今，不仅年轻人总是熬夜，不好好吃饭，甚至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开始沉溺手机，即便已经夜深不睡觉，这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，一定要尽早改掉这一问题。第三，没有教育好子女。世界上没有不疼爱子女的父母，但有时一些父母的疼爱却变成了溺爱，对子女的成长非常不利。很多社会新闻中报道着子女将老人遗弃，老人被啃老，子女却不以为然的消息，诸如此类的新闻已经数不胜数。很多人在晚年后才后悔自己把孩子惯坏了，可到这时已经晚了。如果子女幼时自己没有为他们做好榜样，没有给他们正确的教育，那晚年他们又怎么能好好孝顺自己呢？不啃老就已经不错了。第四，没有好好对待另一半。晚年后，与昔日好友的联系也渐渐减少，子女也都各自成家立业，晚年能与自己共度余生的人，还是自己的另一半。如果总是与另一半吵吵闹闹，难免会伤了彼此间的感情。晚年生活本来就很平淡，如果发生矛盾，心里的不满只会越积越深，导致晚年夫妻感情破裂。所以说，夫妻之间就应该互相理解、互相信任，更要善于沟通，及时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非常关键。想要晚年生活更加幸福，无论何时都要与另一半写作是修心之道，愿与您共享智慧，无需回报，点赞与分享是最好的支持。有不到之处，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。我也迫切的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，让我们一同积累福报，感恩相伴。